美味曲奇，工作状态满分。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。实力高能进阶 ，offer 轻松到手。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。兰蔻不屑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，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。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。美味持久在线 ，offer 随时开炫。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。offer 令人心动，英诗派伴你逐梦。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。展露优雅真我，职场得心应手。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。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《令人心动的 offer》第5季，欢迎各位！很开心又一次在《令人心动的 offer》跟大家见面，我是 offer 加油团的陈明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身边6位小伙伴将跟我们一起见证8位实习生为期1个月的职场实践。接下来我来介绍本季加油团的成员，让我们欢迎这一季要温暖陪伴年轻人成长的小明哥。欢迎小明哥，让我们欢迎连续3年一路陪伴着我们实习生的元气满满的纯叶，欢迎纯叶。让我们欢迎职场萌新5季以来最年轻的加油团成员时代少年团贺峻霖，欢迎峻霖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最年轻到什么程度？马上奔3。马上奔3，马上开始奔3，快要20了，快要20了。什么？你管这叫快要奔3啊？对啊，放我们条生路吧。04年确实还没到20，明年才20。你说快要奔3，你是在说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尴尬的，赶紧拿起耳机，假装不在意的样子。你现在说快要奔3。让我们欢迎表演千面、人生不设限宝藏女演员毛晓彤，欢迎小彤。让我们欢迎真实敢讲、充满快乐能量的人间精品大老师啊，你好。还有我们一路升级打怪，从实习生一路成长为职业律师的何运晨学长。之前是在屏幕里面，现在坐到了沙发座上，感觉怎么样？不一样，沙发还是软的，坐在里面太累了。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。介绍完了加油团呢，我要非常隆重的向各位宣布啊，本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叫千呼万唤始归来。我们重新回归到了律政行业，这一次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正式观看之前，我想先问一问各位，就是这一季是律政嘛？本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为什么想到坐在这里，然后提到律政或律师这个领域，最让你们心动的点有哪些？这次大家一说，哎，这个节目是选律师的节目，哎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其实我演过好几次律师了，有的是这个律所的老板合伙人，有的是落魄的公益律师就是专门那种法律援助律师。那么我在《最后的真相》这个电影里边，其实也讲的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律师，刚毕业意气风发，非常优秀，后来看到自己的律所这个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，告到自己的律所。当在自己打官司想要赢的过程中，发现了真相，发现了人到底是应该选择善良正义，还是就由着利益去走。那最后他决定，作为一个律师，应该选择的是顺着自己的良心去选择正义，找良知，良知，对。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律师挺不容易的所以被夸了。是。你看我转头就看的是你，他只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。我不管，继续夸，不要停。对，我爱听。我们法治国家嘛，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护我们，同时我们也要有依法守法的义务。对，确实，真的是小明哥这说的是，你就感觉听完了之后就提升。然后整个的总结特别好，我们下季再见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这一季就感觉哇，就是这一季的内容全都提升完了，哇，太厉害了。没办法，按照弟弟的说法是奔6的人了。越来越溜。纯叶呢？我是特别认真的爱这个专业，
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之后，就是我工作前几年，然后我报了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，主修的方向是宪法行政法的方向，然后上了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我自己特别宝贵和珍惜的课程，然后我这次来有个特别实际的心愿。我就是想被深深的刺激和鞭策一下，然后我很想把我的这个硕士文凭去读完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厉害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法大的宪法行政法非常厉害，很牛。法大是只是在职研究生，只是报了个名字，大家都可以。关键你坚持啊！像我这种人，只能坚持每天给手机充电，然后剩下都什么也坚持不了。睡觉坚持不了吗，坚持也还行，能睁眼就行。哇，但是有这种心就特别厉害，好棒！你都把我架那儿，我必须努力。你得起来。好嘞。那我们这次整个加油团来监督这件事好不好？是的，督促你。好的，我争取完成使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。我是学表演之前，我说如果我考不上表演系的话，我就去学法律。哇哦，曾经有过这个想法。这个何老师这个表达，我如果考不上表演，我就学法吧。我当时就是因为没考上表演，所以去学法了。不是，是因为之前学过跳舞嘛，可能就是考艺术类的，会比较是相通的。我学跳舞跟学法律是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说我学表演。当，还转一圈儿。我的供词在这里，请看这边。画风已经变。大老师不是那个。那样很精彩嘛，就是律政舞蹈，没有吗？会打乱对方的节奏，对不对？有这种。就是律师下班怎么不能去跳舞呢？对呀，完全可以啊。您是律师吗？是的，律动的律，对不对？一个字啊，你看看可以。大老师呢？我啊。你好，你又来了。心动的 offer， 你心动的点在哪里？因为确实律政类的，我是一个观众啊，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这个电视剧，就觉得特别帅。然后因为他们感觉这个人已经陷入沼泽了，然后那个律师伸出一个手，然后就能把他抓起来，就这种感觉，你就感觉就他是一道光一样的一个生存。因为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看那电视剧里头，就是你已经觉得哇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该死啊？然后这时候那个人说不，你不，然后那个人就开始给你弄一大堆那个。您是修的舞蹈专业是吧？对。不，我告诉你，噔，我还有一季，就是层层叠进，特别精彩。我是身为一个观众，觉得这个律政方面的东西让我觉得特别的有吸引力，是这样的。确实，就是律师是法律助人的具象。对。其实之前 offer 中间有个大桌子嘛，这次全部改成了沙发座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其实更舒适了。在今天看了大老师，我才知道，这是你灵魂的舞蹈的地盘。没有了那张桌子，你可以全场翻飞，大老师绝对没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个塑料袋是吧？来回来去飘是不是？可以。大老师可以站在这上面翻。别，哇，那得加钱好吗？就是那是另外的价格啊。来，大茶几配大老师，是。俊林呢？我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律师的梦想。我们这是所有人从小都有当律师的梦想，我天，你也有。而且我刚刚跟何哥聊的时候也说到了，就是香港的那种律政剧。对，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律师巨帅，老有惊喜，都是戴假发的人的那种。我没有问题了，法官大人。然后他们在法庭上一会儿就说这个法条是什么，一会儿就说那个法条是什么。我觉得他们背东西的样子，就是据理力争的样子，就特别帅，就特别吸引我。而且我上学期也在学校选了一个课，是叫传媒与法律。对，然后也是上了那个课之后，更了解了一些法律的知识。但是其实我本人对律师整个行业是不了解的，但是能看到就是实习生他们是真真正正的要去做这个律师行业，去进入这个律师行业，其实也能看到这个要做一个律师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看着他们的成长，然后也是让我自己能圆一个梦。太棒了！不过你来其实很重要，因为你跟我们这些实习生的年龄是最接近，没准里面有很多00后初入职场的朋友们。现在大家都说00后要整顿职场啊，我们要看一下律政职场是谁整顿谁啊？不会把我当实习生，一会儿整顿一下我吧？哎，何同学呢？好，我也是从小有一个律政的一个梦想啊，后来梦想成真了。你跟我们这儿凡尔赛干什么呀？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个莫名其妙。像我们这都是没成真的。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就特别对比。对，跟我们这儿啊显摆什么呀？我今天过来呢，主要是因为我已经从事律师行业已经3年了。
然后这3年不断的这个工作，然后打怪升级嘛。今年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也有很多跟着我干活的实习生，他们就是00后，真的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他们对于这个工作的热情。而我发现自己反而在工作当中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很多工作是机械性的，反复的劳作，压力很大。所以我觉得偶尔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就是刚刚进入职场的大家的那种精神状态和面貌，我觉得能够唤起我对这个职业的一些最初的向往啊，所以就回来了，找到初心。对，我觉得是不断的要去找的一个过程。我看你真的好错觉，因为我上次看第1季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实习生，他非常就是青涩。你好，你们好，我叫何运成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。真的，然后他现在特别大人范儿，然后说这么成熟的话，真的成长了好多。因为职场真的好能历练人。对，我是上一季加入的 offer 嘛，但这一季我一听说律政，我说必须得来，因为我家庭，我的妈妈之前是学医学的，然后是妇幼保健院的护士长啊，接生孩子的。85年的时候，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辞职了，裸辞，开始自学法律。1986年考取了当时中国第1批律师资格证。哇哦，那太酷了，太棒了！我无法想象，在那个时代，在他没有任何相关的学习的过程，他的整个专业基础的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，用1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家里的书柜全是厚厚的那个老的深蓝色的那种法典，都已经被翻得发黄了。哇，妈妈是部电影啊！哇，好厉害啊！真是。对。我在我小时候读鲁迅的时候，然后看到鲁迅先生那一转变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想到我妈。就之前从肉体上来挽救一个人，然后试试从精神上来挽救一个人。人和人的差距，怎么了呢？就是他说他小时候在读鲁迅的时候想到他自个儿的妈。你小时候不读鲁迅吗？我小时候在看《七龙珠》的时候想到了我妈妈能不能不要没收我的漫画书。他为什么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他的人生哈，哇，好厉害。所以这大家都有各自各样的原因，但是都汇聚到了这里，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儿。然后我们即将伴随着8位实习生来开启他们1个月的旅程。加油团也就是我们除了陪伴我们所有的实习生一路往下度过这1个月的职场体验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推理。那由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很重要，所以先呢我们要跟我们在座各位的推理能力摸个底，看一下大家推理能力怎么样。我们先会试推理一段。我们先会给各位发放其中3位实习生的简历啊，里面有他们简历当中的关键信息，但是没有照片。然后我们会放一段 VCR， 我们来看一下走进来的这8位实习生各自的样子，跟大家沟通交流时的状态。我们要完成匹配的工作，看人是吧？看人，把简历对应到人。对，我感觉这个能力小明哥应该专业。对于演员来讲，他们的经历就相当于人物小传，对吧？小明哥肯定厉害。对，肯定对。别捧杀我。完了，我吹牛说啊，那个放心吧，我待会儿1个都没猜对啊。我觉得不太可能。我们先来发一下简历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们来看一看第1位实习生的简历。来，谢谢。跟发卷子似的，还传一下。这要考试了，感觉摸底考试。推理能力的摸底，来，我们看一看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武汉大学的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哎，你校友哎，陈明老师，我校的，对的，武汉大学的法学学士，我牛津大学的书。哎呀，4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学生的奖学金。我们武大韩德培奖学金，非常非常优秀的学子才能获得，在法学院能拿到这个奖学金，极其优秀了。硕士就是牛津大学研究学奖学金，好厉害！这么多，他的本科是双学位。哦，对呀，他同时还是法语系的专业第1。哦，法语是3.93，就是满分。哎，我听说过，哎，法语是不是因为它是那个文字最缜密的一种语言，所以它在法律上要用法，说好像东西都是先做成法语，然后再翻成别的语言。国际法律文书的最终定稿版一般公认是一个法语版。对，因为它很严谨。因为在法语里说谐音梗最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双关语非常少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它才会变得就是很准确。同时，他还有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做过一些实际的事务，同时还有这个论文的发表。语言是中文、英文和法语，3语应该都是精通的水准。这是一个人吧？
这是8个人，大老师。好问题。我没明白，这个人是刚刚还没入职的实习生啊。对对，就是一会儿那8个当中的其中一个的简历。看这简历已经活一辈子了，都已经感觉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一个人读书确实读出了3个人读书的感觉。我感觉我是来人间凑数的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第一段 VCR， 然后我们来匹配一下，接下来呈现出的实习生当中，谁是这一位中英法精通、学术功底扎实的实习生？来。刚才那是法语报纸吗？好像是英文，英文哈，但是它的着装风格比较法式。完了这就结束了，这不什么都没，这不就段短视频吗？然后就完了。我刚刚就记人家是太帅了去了，只记得人家帅，这种难度真的只有小明哥能猜出来了，这就。架你呢，然后就是把您架这儿了，就是。这哪能看得出来？这啥也没有。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像那个肖阳，因为他刚刚出现的那个风格就感觉很法式，就是他在那个小镇上，是不是看报纸那个？对，就看全英文报纸的那个。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看报纸，那刚才吓我一跳都。关键是全英文，它是涵盖信息点，而且居然拿正了哈，一般都拿反了，都还看半天。你不要拿你的思想理解这个世界，好不好？我肤浅了啊！大老师是不是经常这样拍？对，自个儿看半天了，说哦，一直拿反了都，一直装半天了。如果就是根据自己特色安排道具的话，那我觉得肖阳是有可能。肖阳还真是，那有一份英文报纸，然后也有喜欢艺术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肖阳可能性很大。大家赞同吗？赞同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位，我们觉得第一份简历是肖阳的简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2份简历啊，全部猜完之后再公布。对，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把3位的名字都确定。那这样更难。别3位看完全部都，我也觉得是肖阳，都是肖阳，对，全是肖阳。好，朋友们，这个不一样了啊。哎，这人美国的，波士顿。10、100、千万、10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，我的天！视频累计播放3亿加，我很数了一阵才数出来，3亿加。他粉丝有个10、百、千万、10万、24万。我天！哦，14个业余爱好，健身、脱口秀、蹦极，然后跳伞、飞盘。你看他他是中国舞狮级，哎，对，我也看，是不是得会跳舞？不会跳舞能当好律师吧？哎，还真是对上了哈。那她应该是个女孩吧？它上面有普拉提，比较像女孩。
他还参加了一个江苏广电集团的主持人的我们单位哎。哎，你应该认识啊，快想一想有没有见过？你做评委的时候，我没有当过评委，但是就是可见这女孩的品味非常好。她还有主持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张雅琪这个姐姐她这个照片嘛，就像是那种艺考播音主持的那个公示照的感觉。哎，你这个思路好。那个照片是不能把头发，比如说一边放的是吧？哦，这个张雅琪还真是，那个人跳舞的女孩就是这那个背头高，是不是？亭亭玉立的。张雅琪刚在视频里是什么线索来着？她是那个画画。他这里面没有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他为了不让我们猜出来，他可能还有才艺，但是他不往里面写。哦，隐藏才艺，咱们就测脑门啊。这样比啊？这是在量什么呢？大老师从小那个短儿，看谁牛的，是这样比啊？目前来说啊，咱们雅琪脑门第一名，发际线考察。对，但是小汪同学不像吗？我觉得小汪同学，汪老师很像，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张雅琪，更像主持人的脸。小汪，我觉得他是可爱的风，可爱，好像张雅琪看起来更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暂定。就这两个其中一个，然后再看后面的，就排除法就排出来了吗？行，我们直接来看看第3位。港大的，是的，简历已经多到1页纸印不下了。这人就是资历多，康康那边的。哦呦，雅思8分，这么厉害吗？叫什么名儿？哎呀，看不见，我坐在那个位置，我啥也看不见。我猜黄凯。你看他的邮箱，你看他那个邮箱的拼音，你好过分哦！你是个侦探。黄凯啊！哦，好厉害！我真的，你不当律师谁当律师？真的。但是 HK 不是 Hong Kong 吗？等会儿，Hong Kong， 那是 Hong Kong HK。你确定不是 Hong Kong 是黄凯吗？Hong Kong University 是香港大学，是香港大学，是学校的邮箱。人家 Hong Kong 弄什么黄凯啊？不是，他2个 HK 啊。不，前面一个是 Hong Kong University， 前面是香港大学，香港。好吧。我还说咱们节目这么暴露人隐私吗？还把人邮箱写上。哎，但你这个好，所有人都信了，第一时间太像了，黄凯。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点在于说他的奖项那儿又有挑战杯，又有创新创业，又有商业竞赛，还有广告创意。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他的视频的话，应该是会那种特别有创意的感觉，可能是天马行空的感觉。那个滑板少年滑着滑着，突然有一个接了一个镜头。对，也有可能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个女的呢？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。我刚刚搜了一下他的电话号码，发现他的头像是个女生的头像。前面还有一个，查一下。有没有可能是个女的呢？哇，小明哥！哎，那他的头像是照片吗？哎，直接把照，我的天，我们。哇，这不就是？那这不就是汪雨桐吧？哦，那是个女孩啊。那我没对上脸，我也没对。有点像小汪，但是这几张照片你也知道，他拍摄的我没看出来，角度不太一样，角度倒是一模一样。这样好了，我们每一位拿起我们面前的这个白板，我们依次写下我们心中这3份简历的归属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哎，行。目前能确认的就是2和3应该都是女生哈。对。
2和3确实，这个真的不好猜。好，就这样。行吧，这么着吧啊，都想好了吗？写好了。3、2、1，我们的猜测。看一下，肖阳、雅琪、汪雨桐，王雨桐一样啊。肖阳、张雅琪、汪雨桐，哇，这么一致啊！你猜的不一样啊。我不一样，就我不一样。完了，我写的肖阳、汪雨桐和许文婷。那我们怎么样才算赢？这只是我们试一下水。OK， 那没问题。不算那灯啊，来，可以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我们看看1号，谁？耶，肖阳。猜对了，恭喜！他确实特征还是比较明显。对。第一题肯定是简单，送。第2题有难度了。第2题张雅琪，恭喜各位。确实是张雅琪。哎，你这个思路是对的，就是这个发髻头，对，发际线取得了胜利。什么发际线呢？发型哦，发型，怎么能做一个女生的发际线呢？对不起。 3号来了，我看一下3号啊，来，哎，3号是谁？哎呦喂！哇，什么？快说！我中间无意全错了，不是，说嘛！一语成谶，刚刚那这个，许文婷对了。 我总感觉有一个人的名字很像香港人的名字，你们觉得哪个名字像香港人？是不是女生？有一个3个字的，梁薇，不是，梁薇，为啥不是肖阳呢？为什么是梁薇呀？没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之前想有一点啊，当然我自己给否认了，就这个朱什么？对，朱什么？绰莹，这很像香港人的名字。 对。另外就是莹，一般好多人叫什么莹的英文名字都叫 Kim， 他的英文名字叫 Kim，K-I-M。Kim 哪儿写着呢？微信名字上写，微信才叫 Kim 吗 ？Kim 哦，是吗？是的，所以这个人是他，朱绰莹。对。但我的天，但确实是全军覆没。我刚才脑子想了一下，好像是叫什么莹的，容易叫 Kim 这个。你说这像香港人名也有可能，对。莹 King 绰莹 Kim 哦，粤语里面的音是谐音。莹 King 哇，这个不容易哎，这个难度真的是逐步递进啊。第一题给大家一点甜头。确实他这个 VCR 里边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。 我觉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于HK 之后，他说黄凯之后，这所有人都信了，就已经赢了，可以了。那个是一瞬间就安静了 ，Hong Kong。哎呀，太难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走进他们的职场之路了，迫不及待。VCR 一起来看。本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叫千呼万唤始归来，我们重新回归到了律政行业。 我们这次呢是会通过不同领域的一个任务考核，最终只发出2个 offer。发布第一个案例分析，我重要强调的是，只有前2位符合条件的法律报告，才能获得相应的 KPI。天哪，这个好难啊，压力好大的。这是一场跟时间的战斗，因为你必须要赶在别人之前，先要拿到这个通过的名额，就很难。我觉得是胡明浩可能会先交。第2个肖阳，答第2个许文婷，在我这里朱绰莹 Kim。 胡明浩、肖阳和汪雨桐中间会产生一个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能是要出意外了。受害人他的名字究竟叫什么？他上来没破题，感觉就像是他给远房亲戚写的一封信。你看，这现在都还是他的微信，他们之间在互相聊在聊微信，这太尴尬。这一段是不是白写了？我觉得没有必要听下去吧。他更高层面的逻辑在了。
我觉得很好，就是适合客户需求的一个东西。这份东西交给合伙人，我觉得有用。太优秀了，好强啊！同学们，我们经过讨论，很遗憾地宣布，其他同学不必作答了。你想成为怎样的人？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，奔跑着，前行着，坚持着，拼搏着。你可以打破极限，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。你可以找到自己，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。理想的路在发着光，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，做着用来试探你的胆量。奔跑吧，前行吧，坚持吧，拼搏吧。你可以打破极限，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。你可以找到自己。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一起辩论，畅所欲言你的观点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